迎来到我的频道心灵咒语，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我们的专辑呢，今天来到了有关于心脏病的这群朋友他们的肌少症。那么根据这个2020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的一个研究啊，它这个是长达10年的研究，他们征召了45岁以上的参与者，总共有1019位。在他们征召进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完全都没有心脏病的。追踪10年之后呢，发现有将近30%的人得了心脏病。那么他们就去评估7%没有心脏病的跟3%有心脏病的，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然后他们找到了呢，在这个肌肉质量维持的最好的这一群，还有肌肉质量最少的这一群比较之下，肌肉质量最好的这一群啊，他们得心脏病的风险呢，比肌肉质量最少的这一群整整少了81%。所以可见呢，肌少症跟心脏病有一定的相关性。果然呢，在我们2023年呢更新的一篇报道里面啊，它这个是多个医学中心的一个联合发表，包括了 Inova 的心脏血管研究院、John Hopkins 的医学院，然后呢还有这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院，以及这个杜克大学啊、华盛顿大学、德州大学他们，以及杜拜的 Cleveland 的一个研究中心啊，他们联合发表肌少症跟心脏病之间的关系，发现呢，确实啊，如果在心脏病的这群朋友里面合并有肌少症的话呢，他们的死亡风险是比较高的，然后呢，他们跌倒的危险也是比较大的，然后他们的生活品质的恶化也是比较快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心脏病跟肌少症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肌少症和冠状动脉疾病的关系，他们几乎是享有共同的发病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知道啊，在心脏病啊，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质叫慢性发炎。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肌少症的体质因素啊，也是慢性发炎哦。关于这个慢性发炎，我们去看这个专辑的第1集。慢性发炎我们讲过，几乎是万病之母啊，它造成你冠状动脉的恶化、钙化的很严重，栓塞啊、阻塞啊、猝死啊，这些都叫冠状动脉疾病嘛。那么慢性发炎也会造成肌少症。所以呢，这两个既然享有共同的病因呢，他们就很容易成为共病，就是可能会在这个冠状动脉疾病的这个朋友里面发现他们蛮多都是肌少症。那么最有趣的是呢，就是我们研究到呢，年纪比较大的年长者里面，如果他们有心脏病的话，什么样的共同特征？那科学家就发现啊，在年长者然后又有心脏病的这一群朋友们里面呢，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肌少症肥胖。那么肌少症肥胖我们也介绍过了，请大家去看这一集。肌少症肥胖不一定他的 BMI 要高，他不一定是一个大胖子，他可能是瘦胖子，他四肢可能瘦瘦的，但是中央这个地方呢肥胖，内脏脂肪的囤积，所以他体脂肪高，然后呢，因为他的这个肌少症的关系，所以他的肌肉质量又很少，肌肉量少，体脂肪高， BMI 可以不高。那这一群人呢，是在年长的心脏病的这群族群里面，我们发现是他们所享有的共同特征。那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肌少症呢，确实跟心脏病是有一定关系的哦。那在冠状动脉疾病这边，我们也发现哦，假使还没有真的有到很严重的什么冠状动脉阻塞啊，装心血管支架，假使还没有这么严重，可是如果他的肌肉质量已经比较少的话，我们发现他们的血管就比较硬，然后呢，他的冠状动脉钙化指数就比较高，然后他这个颈动脉，如果我们去用颈动脉超音波来看的话，他的这个动脉的那个内膜，动脉壁也都比较厚，这个就是肌肉减少的话，它竟然在心脏会产生这样的状况。接下来我们再看肌少症跟这个周边动脉的关系。周边动脉，比如说下肢的话，各位最常见就是静脉曲张。但我们现在不讲这个静脉的部分，我们现在讲动脉的部分。那发生在下肢或发生在周边的话，可能就是呢你的动脉栓塞，然后造成你的周边呢这个四肢缺血，然后你可能就发黑、发红、很痛这样子。那肌少症跟这个下肢血管栓塞呢，它又有一定程度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在下肢血管栓塞的这一群朋友里面啊，有35%，就是超过30%都有肌少症。到底是他是先肌少症呢，才造成他这个下肢血管栓塞，还是他下肢血管栓塞呢，才造成他的肌少症呢？目前我们先看到的是呢，下肢血管栓塞啊，
他的确呢比较容易肌少症，因为呢他就是疼痛嘛，所以他就比较不去运动，当然他这个肌少症的风险就会比较高。那再来就是呢，因为他这个血管恶化的这个原因呢，造成他的这个身体里面再生功能下降啊，合成功能下降，所以他也就真的比较会肌少症。可是呢，反过来看，我们也发现呢，肌少症可以用来预测他这个下肢血管栓塞预后怎么样？所谓预后的意思，也就是说治疗容不容易好你如果调整你的生活作息，你好好安心的静养，然后接受治疗，它会不会好？如果它合并有肌少症的话，它就不容易好，当做它的预测因子这样。所以你看肌少症它真的又跟这个下肢血管会不会栓塞也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再来我们看到肌少症跟心脏衰竭的关系，我们几乎也可以说呢，肌少症的一个发展的病程它的发生、它的发病、它的进展都跟心脏衰竭很像。比如说呢，这个肌少症因为它的合成减少嘛，然后呢分解增加嘛，那我们通常讲的是骨骼肌，可是呢心脏衰竭的话影响到的是心脏肌肉细胞，我们叫心肌。那当这个肌少症呢，它的骨骼肌的合成分解异常的时候呢，它的心肌竟然也同时合成分解也异常，所以它的心肌细胞呢也容易萎缩，就是分解多，再生少，合成少。那它的心肌萎缩之后呢，脂肪就来囤了之后，这个心脏就胖胖好大一颗，我们叫心脏肥大。然后心脏肥大之后呢，其实好大一颗，可是收缩都没有力，因此呢它就变成心脏衰竭。那心脏衰竭呢就会喘，呼吸急促，运动功能很差，很容易累，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又很容易肌少症。所以你看这两个是不是又是合在一起？于是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就说不但这个心脏衰竭的人里面呢，它有很高的比例，超过30%会得肌少症。我们也可以认为呢，肌少症是心脏衰竭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子。尤其是心脏衰竭呢，比较容易需要长期住院，或者是呢反反复复呢被送去住院。然后当然呢，常常住院的这一群就容易提早死亡，死亡率就比较高嘛。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如果心脏衰竭的朋友们有肌少症的话呢，可以预测到他是不是会长期住院、重复住院、提早死亡。所以肌少症是它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危险因子。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这个发炎因子很高它的这个生长因子不足它整个这个肌转都会使肌肉的合成也产生一定的障碍。所以呢，肌少症也容易心脏衰竭，心脏衰竭也容易肌少症，几乎呢这个之间都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再来就是呢，我们在这个心脏衰竭的这群朋友里面发现他们就是这个最大耗氧量会降低。最大耗氧量的意思就是呢，他在运动的时候他可以吸进去的氧，他运动的时候吸越多的氧气进去呢，他就可以把氧气供应到他的细胞，他的细胞呢就可以用这些氧气来做有氧呼吸，产生 ATP， 就是呢我们身体的能量单位叫做 ATP。然后产生这些 ATP 之后呢，肌肉就能够收缩，能够运动。结果呢，肌少症在心脏衰竭的这一群朋友里面他们特别的最大耗氧量很低。那最大耗氧量很低，就是表示你运动的时候吸进去的氧很少。你吸进的氧很少，你就不太能够做有氧呼吸，所以你产生的能量就少。你产生的能量少，你的肌肉就没有力气收缩，没有能量收缩，所以你的肌肉就更萎缩，然后你的心脏衰竭就更严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乎都是密切相关的事情。至于这些心脏病的肌少症患者，我们应该如何处方治疗？第一个首先要做的事是治疗他们的共病，比如说他们有代谢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先改善代谢症候群。如果有肥胖的话，我们要帮忙做体重管理。那原本就有的这个心脏衰竭的话呢，不管是现在有什么样的治疗策略，都要尽可能的用上。那体内的发炎状况，我们要想办法去抗发炎，去阻止发炎的进展，这些都可以呢使他的这个肌少症的发生延缓，或者是呢使他的肌少症的这个进展呢变慢，预防他这个肌少症的发生。那营养方面的话，仍然是蛋白质要吃得够。那么这可以回到之前几集去看的这个一天要吃多少蛋白质的比例。那在于运动的策略上面，除了一般老人家基本的有氧运动之外，特别一定要再加上阻力运动，也就是一定要帮他做一些弹力绳或者是举重这样的一些重力的训练。除此之外的话，针对心脏病的这一群肌少症呢，或者是说要预防肌少症呢，我们必须要再给他加上平衡运动。现在研究上显示呢，
如果我们加上了平衡运动的话，比单独只有做阻力运动相比，他们跌倒的风险可以减少10%。另外的话是针对心脏病的这群朋友们，我们能帮助他们做心脏的复健的话，也可以发现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他们这个行走的步态，还有他们行走的速度也都能够显著的改善。所以专门针对心脏病所设计的心脏复健，也可以有效的实施在这个预防心脏病的朋友们他们的肌少症的发生跟发展上面。因此呢，真的趁你年轻的时候好好的把你的肌肉养好，我们可以呢预测你的心脏病呢得到的机会就比别人少。那就算是已经有心脏病了，如果你把你的肌肉养好的话呢，你的死亡的速度，你的恶化的速度也都会比别人少，所以是值得你一试的。谢谢各位。